大家好，我是不短小也很精悍的星辰。2024年7月26日晚，巴黎奥运开幕式隆重举办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要说本届奥运之割裂，真是印度看了心碎，代英看了落泪。你说没人关注吧？开幕前围绕法国热不热、用不用空调的互联网辩经吵得不可开交。你说关注度高吧？你把这视频转给朋友，估计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啊，真的吗？奥运会开始了。而开幕式上跨性别团体过于多元的表演，甚至是恶搞达芬奇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，引得外网恶评如潮。一夜间潮水般的赛博唾沫星逼得奥委会全网下架开幕式视频，堪称奇观一件。当天萨摩亚代表团拳击教练在奥运村不幸离世，更是让巴黎奥运蒙上一层阴影。但中文网不少人却狂吹自由、包容、松弛感，甚至开幕式还喜获某瓣评分8.9。我知道大家点进来是看乐子的。之前星辰我曾连出2期视频，对巴黎奥运提出极高赞许，真可谓素食低碳美名传，警察罢工保平安，景点交通皆顺畅，耗子老鼠满街窜。而巴黎奥组委赛前也曾信誓旦旦相聚塞纳河畔，共赴浪漫之约，给全球观众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。现在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，这活到底整得咋样呢？转发加3连，这就是如法听奥运说。提到巴黎奥运大家最先想到什么？是针对马克龙的使命必达网站，亦或是环保素食餐，甚至是露天开幕的阿曼。经常办奥运的都知道为了弘扬绿色环保，所有欧洲美食之都的巴黎本次创造性的提出了本地化、素食化和环保化的奥运餐食理念，还宣称要为运动员配备米其林餐饮服务。您猜怎么着？没想到是不是米其林不知道，各代表团在奥运村为了口饭，那是八仙过海，到处去买。上周英国代表队刚入驻奥运村，随后泰晤士报便爆出英国奥林匹克协会 CEO 安森透露，英国代表团决定放弃奥运村餐厅，从伦敦急调一名大厨飞到巴黎另起炉灶。按理说天天干巴烂吃的戴英对伙食要求不算太高，咋回事呢？因为英国运动员发现菜里肉没熟，更离谱的是鸡蛋和烤鸡还是限量供应，必须排长队。为了解决吃饭难的问题，部分英国运动员索性跑到奥运村外的自家训练基地用餐，吃完还兜着走回去当晚餐，导致基地餐厅忙不过来了，这才有了急调厨子过来救火。为了避免友邦惊诧，负责巴黎奥运餐饮供应的法国食品服务公司赶紧表态，我们非常重视运动员的反馈，正努力增加供应。至于鸡蛋和烤鸡缺货，那是因为这俩特别受欢迎。同样遭遇的还有印度代表团。根据一名印度射击运动员的说法，奥运村食堂最多仅能维持生计，由于口味不太适配，饭菜难以入味，训练一身疲惫，吃完累上加累。部分印度选手选择下馆子，另一部分则由射击教练买菜下厨。对菜品严重不满的美国队则直接向巴黎空运零食，而思密达也日常空运起了泡菜。幸好咱中国队有先见之明，早早自备了厨师。其实想想不奇怪，奥运村每天要准备4万份饭，但法国宣称要将碳足迹减少到伦敦奥运的1半，主办方强行在奥运菜单塞了一堆素菜，比如不含牛肉的勃艮第红酒炖牛肉，而每天的50道菜中更是1半纯素。往1万多名高强度训练的参赛运动员餐桌上塞素菜，致敬传奇环保大师南宫残花。但比赛是个体力活，你能往菜单塞素食，总不能逼运动员吃吧？很喜欢必要的一句话虽然吃的素食餐吹着风冷扇，住着硬纸板，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自从法国宣称打造无空调奥运村，让美、德、奥一家纷纷自备空调避暑后，如果运送运动员大巴也没装空调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更离谱的是，可能车还不太够。包括东京奥运游泳金牌得主、加拿大运动员麦克尼尔、澳大利亚运动员杰克、中国香港羽毛球选手李卓耀，纷纷展示了奥运巴士上人挤人的盛况，并且据说为了避免恐怖袭击，运动员大巴窗户一律贴上胶带，无法打开。挤满人不开窗的大巴车，酸爽程度大家可以想象下。当然了，松弛感满满的巴黎自然不止这些惊喜，比如路上还堵车，从奥运村到游泳馆原本20分钟车程，运气
气好点，大巴要走40分钟到1个小时。偶尔遇上司机迷路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比如加拿大华裔羽毛球运动员分享的亲身经历，离比赛就1小时了，但司机告诉他迷路了。他前3天坐大巴还出了2次事故，1次撞栏杆，1次撞车。受害者2号还有澳大利亚曲棍球队，他们被停错位置的大巴送到了法兰西体育馆的橄榄球场。法国城市花剑队主教练科尼格更惨，原本他要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，结果从奥运村出发后，司机直接迷路了，还得由他指路。用老柯的话说，看起来我比司机更了解巴黎，等他到地儿都已经散会了。被告郁郁的科尼格对着记者一通吐槽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我是法国人，我并不感到惊讶，但我很失望，因为他们是法国人，这次什么都没准备好，司机也没准备好，我作为法国人感到羞愧。别问，问就是法国人的浪漫松弛感。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常记巴黎日暮，训练酷热难度，堵车没空调，司机中途迷路，泪目，晚上还得吃素。要说本届奥运最重头戏的还是安保。好消息是，在4.5万军警的严防死守下，塞纳河开幕式平稳落地。虽然出现了彩虹版3人行，虽然奥运5环挂反，虽然韩国念成了朝鲜，好在没整出友邦惊诧的大火。坏消息是，开幕式前几个小时，法国铁路系统发生了至少3起蓄意纵火，约8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，大量列车被迫延误改道。好消息是，法国总理加阿塔尔表态，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已经全面动员，务必找到并惩罚犯罪者。坏消息是，已经3天了，连个嫌疑人都没抓到。更坏的是，开幕第2天，巴黎又爆出大面积停电，这下不让带空调的原因找到了。巴黎确实不需要空调了，反正装了也用不了，图啥呢？图160吗？别急，还有高手呢！为了庆祝奥运盛会，全欧洲的豪杰们更是群策群力，群贤毕至，群英荟萃，分段承包，共襄盛举。奥运会还没开始，澳大利亚自行车金牌得主马丁就在比利时被砸碎车窗，小偷丝滑的是拿走钱包，连带着手套、头盔、工具和按摩床等装备也洗劫一空。这些装备最后被发现丢在了不远处的公园，得亏比赛自行车没放车里，得以幸免于难，不然估计得回家提前备战2028了。巴西足球名将季科就没那么好运了，他在巴黎乘出租车时，一个没注意，后排行李箱直接被偷走，里面的钻石项链、劳力士手表等价值50万欧的贵重物品不翼而飞。而卡塔尔王室成员也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被偷走了11个爱马仕包。那是不是不出门就行了呢？ No， 阿根廷的国奥队在训练时基地更衣室被小偷洗劫，超5万欧的财物被盗。估计这些财产转移案例会起到良好的广告效应，促进法国手艺人给世界游客一点小小的巴黎震撼。除了偷窃，巴黎的豪杰们也开展了不少其他业务。7月20日，一名25岁的澳大利亚女游客在巴黎一家烤肉店被5名男子性侵。事发不到48小时，澳大利亚第9频道转播团队的2名工作人员又在巴黎遭遇抢劫。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抢劫强奸爱自由，2起连环事故让澳大利亚奥委会发出警告，建议运动员不要单独出行，也别穿奥运制服。这下巴黎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为了向世界展现一片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大国气象，训练有素的法国工人也行动了起来。咋行动的呢？罢工。开幕式前1周，负责开幕表演的数百名舞蹈演员要求提高工资，否则就在奥运会前罢工。最终，演员们如愿收到新的薪资待遇，并顺滑取消了抗议活动。眼看还有这好事儿，紧接着法国总工会、法国民主工会联盟、法国劳工力量工会提出要求巴黎机场员工发放300欧奖金。如果我没记错，5月他们刚罢过一次。为了不让游客运动员腿着来，政府最终同意。紧接着另一个工会又冒了出来，要求将奖金提高到1000欧元，还附带其他要求。由于过于狮子大开口，这个要求最终没被批准。然后他们还真在开幕式当天罢了，导致巴黎的2大机场在开幕当天瘫痪了数小时。同时，负责奥运奖牌制作的铸币厂工人、国际奥委会入驻的5星级酒店也在同步罢工。整个巴黎就一条，得加钱。
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纸板床素食饭，大巴车里一身汗，下联包容性多元化，开幕式上两眼辣。除了组织上的种种乱象，还有不翼而飞的成本。巴黎奥运预计将花费118亿欧，但仅5%的比赛场馆新建，各种交通混乱，铁路遭袭，各种抢劫游客，罢工抗议，再加上搞错韩国国旗，将俄罗斯、以色列区别对待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真的是所谓的松弛感吗？但这还只是开始。开幕式上的一场大雨，将14亿欧治理 N 年的塞纳河一夜归零。由于水质未达标，铁人3项训练已经连续2天取消。至于这条折磨巴黎数十年的黑水河，到底能不能举办游泳比赛？本届奥运会又会诞生多少离谱乱子呢？我们下次接着聊，拜拜。